原来陕西蓝田藏了这么样一个宝藏的寺庙，自驾山西陕西，跨越千里，就是为了再带大家去看几个黑神话1:1的取景地。居然还获得了免费的通关文牒。那包括这一次的路程，还有这个通关文牒的获取方式，我都会在这期节目里边跟大家详细的说明。怎么样？就冲这样，是不是值得给我一个赞呢？我现在身后的呢，就是蓝田水陆湾这边的诸圣水陆殿。黑神话悟空里边之前说是有很多的造像是来自于山西小西天的，但是我到了这边一看，发现哎，这边有1:1的这个模型。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一尊如来，其实是在游戏里边各个位置上，你们都能看到。尤其是在进这个雷音寺的时候，你们能看到这个大殿里边就会有这个如来，这个造型做得非常非常的棒。那释迦牟尼中间斜视的2位菩萨就叫做文殊还有普贤，这应该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了。两边的山墙上面呢，先有的是24诸天，在游戏里边基本上都是1:1进行复刻的。我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24诸天的像，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眼游戏里边这个24诸天的像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奇特。来了，着重看一下这个24诸天，因为这24诸天是在我们几乎每一个打雷音寺的 BOSS 边上都会有的啊，他们都是一直在冷眼的旁观我们如何是被虐的。这个孔雀明王，其实在黑神话悟空里边也是有对应的造像的，基本上就是属于1:1复刻的。但因为现在这个是在后殿，我们没有办法进去，大概得修个3、4年啊。据工作人员说，各位可以通过这个照片，我们先来看一看。没有这个游戏的时候，咱们平常这边的人流量大概是个什么样？1000多人，游戏一波以前大概就是3、4千人，星期六、星期天他一天就是5、6千人，等于翻了3、4倍、4、5倍。那像这个千人听经图呢，这个现在也是在后殿，在雷音寺里边有一个小道在往上走的，基本上就是把这2面做了一个叠画啊。我们从这边往上走，这边呢是报身佛，报身佛其实在游戏里边也是有这个造像的。那纠正一个之前的小错误啊，这个打黄梅的场景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参考了陕西蓝田水陆庵里边山墙的造型，而并不是隰县小西天。那尤其是当我现场去看了水陆庵的造型之后呢，就会觉得跟游戏里边更加的相像了。尤其是你们看上面的这个造像，我才会觉得说可能是结合了小西天水陆庵这边的造型，一面墙的造型是结合了小西天那边。具体的一些造型和造像，我觉得可能还是来自于水陆庵这里边。上面都是黄梅再去摆他手办的这个位置，尤其是像中间的这一块，这就应该是我们和黄梅最终的这个战场了。信什么狗屁如来？不如我自己来。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但是就在长安边上啊，西安边上就有这样的一个水陆庵。其实它是始建于北朝的。北朝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时期的欧洲啊，那会儿是西罗马帝国马上就要灭亡了，逐步就会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了啊。其实这边离市区真的也不远，也就大概可能开车1个小时不到的样子，就可以来这边的水陆庵看一看，真的是不虚此行。接下来我们又辗转了一天，火车加自驾，终于来到了五台山的佛光寺。咱们这边最近来的人多吗？挺多的，就是领那个通关文牒，还有那个明信片。咱们这通关文牒是只有在这边可以领吗？这5个地方啊，这5个地方可以领是吧？所以这边全都是免费可以领的，是吗？是的。山西文旅这一次真的是上大分，你只要在这几个地点通过扫码关注，就能够获得这个通关文牒。而且在这个通关文牒里边呢，还会有各种的印章。所以咱们是特地跟小红书做的活动吗？是的。
那游戏的第一个原型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印章的经床了。进山门之后，第一个经床它虽然并没有出现在这个游戏里边，但是也非常非常的有名。各位应该都看过民国时期林徽因先生测量这个经床的照片。那关于林先生的故事呢，我待会儿再跟大家讲。我们再往前走，东大建的经床才是出现在游戏黑风山关卡里边的。那经床高3.24米，立于大唐中11年，也就是咱们说的公元857年。这个是游戏里边截图截出来的，然后这个就是实物，那就在这个经床的正对面。大的这一节钟，那其实离远了看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钟跟我们在游戏里边的这个造像是几乎一模一样的。而上面呢，就是我们唐代的现存中国第3古老的这个建筑佛光寺的东大殿了。其实我们之前战乱的年代呢，这个佛光寺也是不为人所知的。当时呢，都说中国已经没有唐代的构建了，已经没有唐代的建筑了。如果你要想去看唐代的建筑，要去日本去看。但是后来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他们就不信邪，说不行，我们一定要在中国找到。结果他们在敦煌的这个壁画里边记载说有这个佛光寺，于是他们才来到五台山这边实地的考察。这个是第一个发现的中国的唐代的构建。唐大中11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857年的时候，又重修了这个大殿。建成的前后几十年呢，欧洲那边正是查理曼大帝的帝国分裂，然后像法兰西啊、像意大利啊、像德国初步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一直受到这个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这个影响，那我们在看中国历史的时候，如果能带入一些世界的历史，能够带入一些欧洲的历史，大家可能看起来会更加的这个津津有味。华府六800里，曾是关外富饶地。一朝蜀汉贫困起，午夜瘴气渺人迹。各位，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云冈石窟。那黑神话悟空里边呢，在黄风岭有很多的造像，其实都是来自于云冈石窟。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石壁上的造像，对吧？你们在黑神话悟空里边也能看到非常非常多类似这样的造像。他们虽然不是1比1的复刻，但是他们做了很多的借鉴，还原的也非常非常的好。那像在前面的有一些石窟里边的造像，在你们去打虎先锋的时候，进门右转，你们就能看到很多这种造像，全都是来自于这里边的。那在这边呢，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双佛对坐的这个造型，其实就是北魏的孝文帝为了纪念冯太后啊，他们整个这一套北魏的改革，从鲜卑族到汉化，并且呢富强了民生，所以你能看到很多双佛对坐的这个造型，在这里边尤其的特殊。你们来实地看呢，你们会发现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在实地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所有的佛像呢，结无畏印啊，就是这样啊，无畏印的时候全都用的是右手。但是呢，你们能在黑神话悟空里边看到有很多的佛像，它结无畏印全都是用的是左手。我不是特别的懂，不知道弹幕前有没有小伙伴比较懂这些啊，能够给说一说，在评论区能够给讲一讲。排除游客的美工偷懒，对吧？直接做了一个镜像。这种因素之外，有没有可能是游客就是在暗示所有的玩家左手去结无畏印的？那都是在说谎，那都是这整个这一个黄风岭这一关就是一个谎言。你瞧那鼠辈都将人情，可怎么就落得个子王赴逃死过海？阿弥陀佛。我现在身后的呢，就是大同的华严寺。那你们再去打黄梅的时候啊，会看到华严寺里边一块非常有名的牌匾。
我们看到这个台阶上再往上走的这个大雄宝殿，就是游戏里边的了。钓鱼丈夫还有大雄呢，其实都是释迦摩尼的不同的这个称谓。大雄不是咱们经常说的那个大雄，那钓鱼丈夫其实是释迦摩尼的10符号之一。那这个大雄宝殿和钓鱼丈夫的这提拔呢，其实是来自于明代的总兵马林。他虽然是固守家园，但是史料评价是能力不是特别的行，那最终败给了努尔哈赤。站在这个大雄宝殿向回望的时候，也能看到在东西两侧分别有2个偏殿。在偏殿里边，咱们游戏里边是打怪的，但是在这边呢，其实是供奉了不同的佛祖。大同作为明朝时候的边关重镇，有着非常多的战争遗址。在云冈石窟的顶上，也能够看到当年明军为了抵抗清军而修筑的堡垒。有人说黑神话的影响力其实并没有那么大，顶天就是在华人圈里边有一些声音罢了。但是从玄奘到丝绸之路，从下南洋、访美洲，再到如今的留学四海，无论哪个年代的华夏子女都在进行着自己的《西游记》。如果能够有一个游戏让华夏儿女回想起来自己的根在哪里，回来看看自己祖辈的灿烂辉煌，这不已经足够了吗？文化输出从来都不是一轻松松1-2句话就能做到的。如果这个游戏能够让外国人感叹中国的建筑，想要了解中国的文化，甚至希望来中国看一看，这不也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吗？ How do you think about China? Very modern.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多谢您的宝贵时间，我是陪大家一起看世界的茶叔。那更多的出行和数码的内容呢，还请关注我啊。那么下期见。